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尴尬？守着好几个万用表，但是想要测小电流却无从下手。因为比如我们这一个前行表，它的电流呢是靠我们这个前口来测量的，它能够测交流和直流600安和60安，但是呢测几毫安的这个电流是很不容易测出来的。那么这种表呢一般都是带测毫安和大的电流档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不小心表就烧了以后呢，我们再换精度的电阻已经换不了了，这样呢这个表就不准了，在我们测电流的时候就不准确。就像上次我做一个视频，用这个200毫安档去测量电流，出来的结果呢与我们实际电流呢差距很大，所以说呢就很为难。如果为了测电流再去买一块万用表呢，因为自己有了好几块万用表了，所以说呢感觉没有必要再买了。那么实际上测量电流呢，我们用一个元件就可以完全测量出来，而且非常的准确，还不会烧表。那么在我们演示之前呢，首先要看一下这几个公式，这就是很典型的欧姆定律，电压等于电流乘以电阻，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电阻等于电压除以电流，功率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我们所需的公式是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公式呢？因为我们在选用电阻的时候要选用合适功率的电阻，比如电流过大，电阻的阻值又大，这样呢就容易把电阻烧毁。所以我们在了解电流的情况下，我们再乘以我们电阻的阻值，就是它的功率。我们这里选用的电阻是 0.15 欧的，这个功率是大概是2瓦左右的。像我们选用这个2瓦 0.15 欧的电阻，它的最大电流可以测到最大4安。那么我们在选用这个电阻的时候就要按这个公式来计算。那么测电流就很简单了，用电压除以电阻，所以我们用我们这个万用表的电压档，因为这个表还是比较精准的，它有毫伏档还有这个电压档。好，下面我们实际测量一下。我们看我的表呢是选用的电压档，因为我们要测量直流电流，我们就选用直流电压档。如果要测量交流电流呢，就选用交流电压档。那么我们测的是直流电流，所以选用直流电压档。我们把这个表笔夹在电阻的两端，这样无论是正号负号都是显示的电压值。然后我们再把电阻两端接一个夹子，这样用这个夹子串联在我们所测电路里，就能够看到电阻两端的压降，然后再用这个压降去除以电阻的阻值，就得出电流了。如果在使用的时候最好选用1欧的电阻，并且精度好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直接看这个电压值就是它的电流值。首先我们测量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充电电流，我们只需把一个夹子放到电池的正极，电池的负极接到我们这个充电器负极夹上，然后这个夹子接到我们这个充电器的正极上，我们看它的压降是 11.8 12毫伏。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电压值计算一下它的电流值，我们就按12毫伏来计算，12除以刚才我们的电阻是 0.15 欧的，所以 0.15 等于80毫安。好，下面我们再用这个假负载灯泡，用可调电源给它供电。因为我们这个可调电源的电流值测量的不是很准确，是有误差的，所以呢我们来测量一下精准的，然后我们再用这个表给它串联到电路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表的精准电流值与我们这个所测得的电流比较一下。好，灯泡被点亮了，同样的这个电阻是串联在电路中，
我们电阻两端加的是电压表的表比，这样就测量出电压。它现在是48毫伏，48毫伏除以这个 0.15 欧就是它的电流值。我们现在这个可调电源的电流值显示是 0.27， 也就是270毫伏，实际上它是偏低的。那么我们计算一下，48除以 0.15 等于320毫安。那么我们验证一下这个320毫安是不是准确。同样的，我只是把我的万用表又串到里边了。我们看一下，我们万用表上显示数值是 0.32 安就是320毫安。所以说我们这个可调电源的电流是偏低的，我们计算出来的电流是十分精准的。下面我们看一下测量交流电流是否准确。我们同样的还是用的 0.15 欧的电阻，这是一个60瓦的灯泡，这边是测的是电流，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电压值，然后再用公式计算一下。好，我们插电，现在是 0.269 安，我们的电压值是 0.040 伏。那么我们计算一下， 0.040 伏就是40毫伏，我们再除以 0.15 欧等于是266毫安，与我们刚才表测量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实用的。如果我们为了简洁呢，我们可以选用1欧的电阻，但是功率要选用合适的功率，另外精度越准越好，这样的话测量的精度也会很高。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